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0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361度旗下的禅3 Pro。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老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我觉得禅3的外观一直都是361度所推出的所有篮球鞋当中颜值最高的一款，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看法？它的颜值也是为什么这一双鞋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但是在销量方面一直都非常不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的外观跟最早的禅3有3点不同。普通版的禅3在前掌的这一条撞色设计的色条上面，只是简单的在上面涂了一层热熔涂料，而 Pro 版本上面则是把这一条改为了一条弹力带。而鞋头处的鞋面原来的热熔材料是在内侧的，而 Pro 版本则在外侧。中底侧面的 TPU 条也延伸至了鞋头，这一点也是普通版本所不具备的。除了这一些，其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跟普通版毫无区别，不管是在纹路的样式还是橡胶的使用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它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干净的木地板上面实战，在做一些急停或者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底下基本上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抓地表现非常出色，并且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进行实战，只需要用手擦拭一下鞋底，它的大底抓地力就会回来，并且大底所使用的橡胶硬度也还算不错，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是 OK 的，用来进行室外的实战也完全没有问题。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全新的 Quick CQ Tech 的中底缓震科技，官方宣称是采用了碳临界发泡的缓震材料，听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在实际的体验方面并没有它名字上面的变化大，整体的中底重心依旧跟原来的禅3并没有区别，依旧有一些偏高，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是比较一般的，不过在反应型方面的表现确实还算不错，在突破的过程中中底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泄力的感觉，脚底下的感觉还是非常直接的。在后跟的缓震表现非常的出色，我180斤的体重穿它实战也完全不会有震脚的感觉出现，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完全不会震脚，缓震表现真的非常的拔群。但是中底缓震材料的脚感并没有它宣传的那么牛，确实可以感觉到它的软，但是并没有什么弹的感觉。这一个新的缓震材料确实有一点东西，但是真的并不多。官方的宣传资料也从之前其他缓震科技的回弹率变成了一个推进比，这个推进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的是不明白。反正穿它在进行全场的实战过程中，也并不会有什么因为它中底缓震材料的变化而带来的滚动感方面的提升。我对于这一个推进比这一个词是抱有疑问的。虽然中底的滚动感表现确实还算不错，但是跟它的中底材料并没有什么关系。全掌相同密度的缓震材料本来就在中底的过渡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再加上贯穿中底的 TPU 条，让它的中底过渡更加的流畅，并且非常的自然，再加上合理的龙骨数据，这些才是对于滚动感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些因素。而中底缓震材料的使用对于滚动感的影响并不大，并不会因为把 Quick Foam 改成了这个新的缓震材料而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提升。而在禅3上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在 Pro 版本上面依旧没有被解决，就是后跟的稳定性问题。后跟的缓震材料依旧非常的软，在后跟受力的时候，后跟的缓震材料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形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带来非常多的伤病风险。第一点，在你咬牙蓄力起跳的时候，一定会用到脚后跟，而在这个时候出现过大的形变，很容易造成脚底下一软，脚下突然没有力的这一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实战表现，甚至还会造成膝盖方面的伤病。第二点，后跟的形变空间过大，导致了这一双鞋在后跟的稳定性方面表现并不理想，也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崴脚的风险。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其实这一双鞋我是考虑过要不要把它放在月底的拔草视频里面的，但是最后决定还是算了。这一双鞋虽然在这一方面的问题确实不算小，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伤病风险存在的，跟禅3一模一样，但是打球的强度并不大，体重比较小一些的，下肢力量比较差一些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去选择这一双鞋款进行实战的话，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不把它放到拔草的视频里面了。
而在鞋面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提升的，跟普通版本的体验并没有什么差距。球鞋的鞋楦略微偏窄，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宽脚的朋友还是尽量慎选。而前掌的绑带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对于前掌包裹的好坏毫无影响，还不如之前普通版本身上使用的那一对动态鞋带孔好使。当然，它在整体的包裹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穿上脚之后，脚在鞋内的每一个位置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包裹体验，并且在动态锁定方面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在做变向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任何的滑动，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在包裹和锁定这两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鞋面的强度也非常高，整体的延展性非常低，并且球鞋的侧面有着大面积的 TPU 侧墙，在球鞋侧面受力点位置也有着一块橡胶的上帆，让球鞋在侧向支撑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完全没有问题。在后跟处的鞋面强度也非常高，并且内部还有着硬度比较不错的港宝加持，在外部还有着一块高强度的 TPU 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在后跟处的支撑表现也同样非常优秀，并且得益于外侧的 TPU 包围以及中底的大面积 TPU 件，让整一双鞋的整体刚性都有了保证。球鞋的整体支撑以及刚性表现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确实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前掌的稳定性确实是 OK 的，但是后掌的稳定性表现确实不太行。即使是简单的做一些侧翻的动作，你都能明显感觉到它在后掌的缓震材料会出现非常夸张的形变，因此而出现侧翻的问题。球鞋的防侧翻极限角度并不大，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优秀，这一款鞋我是绝对不推荐你购买的。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比较普通，感觉新的缓震材料好像在重量方面的提升也并不明显。单只42码的禅3 Pro 重量是412克，对于一双鞋型这么修长并且用料并不算特别扎实的篮球鞋，这样的重量表现真的是比较一般的。好在球鞋的鞋脚一体性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上脚之后体感重量完全可以接受，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D 级，这一双鞋确实在各方面的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就是因为它后跟处的缓震材料过软，也并没有把它进行完全的包围，让它在后跟有着非常明显的泄力感以及非常明显的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对于这种鞋款，其实我是绝对不推荐大家购买的，但是考虑到很多朋友可能打球的强度并没有那么高，脚下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所以如果你们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但凡你实战有那么一点点强度，那这一双鞋就绝对不适合购买。那再来说说我为什么说这一双鞋是在割韭菜呢？从禅3到禅3 Pro 已经经过了中间的禅3 Mode 这一版了， Pro 已经是第3版了，但是最主要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做法我是真的觉得361度是在浪费消费者对于他们这个品牌的信任。一个品牌要做起来，这种做法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大家也都知道，从 AG2 的时候我就已经被361度拉黑了，他们从那之后就不会再免费提供产品给我进行测试。虽然一共也就提供过一双禅3以及一双 AG2， 但是361度对于负面消息就是一个零容忍的态度，不允许博主们说他任何一句不好。我一直觉得我的测评都是非常客观的，但是就是会被套上无脑黑的一个帽子，真的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好吧，这里有点扯远了。如果想要看我不吐不快的，可以等到我后面那一期给各大国产品牌的一封信那一期视频，这里我就不过多说了。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略微偏窄，建议还是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宽脚的朋友还是慎选。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